我刚剛餵鴿子的時候，一隻蜻蜓飛到我身上，還挺大的，帶出來放了。走吧，小伙子。大家都說我的鴿子很久沒有出鏡了。前段時間一隻貓差點把我的鴿子給團滅了，現在也沒有幾隻了。這是前段時間手養的2隻，感覺不是特別好看，不知道換毛之後會是什麼樣子。包括魔術鴿和斑鳩雜交那一隻也被貓給滅了，唉，氣死我了。先給他們整點小雞飼料。這隻小雞也過來了，是鄰居在菜地裡面撿到的一個蛋。因為我之前放生的野雞總是躺在他家菜地裡面，然後他們撿到的這顆蛋就給我了，一直放在保溫箱，沒怎麼管它，還挺親人的。他們倆一見面，這個小野雞就要跳崖，總是喜歡搶鴿子的食物，然後總是挨揍。再大一點，鴿子就不是他對手了。再過一段時間，和鴿子的塊頭悬殊就很大了。這隻小鴿子脾氣有點暴躁啊，我覺得它大概率是一隻公的。然後給大家看一下我剩下的鴿子，正常的就剩這麼一對了。這一隻是他們的孩子，應該差不多也成年了，公母還不知道。這一對不正常的已經被我關起來了，他們是2隻母的配的對。現在就剩下2對鴿子了，剩下的全部被猫給滅了。所以說養鳥一定要把貓給防好。現在流浪貓越来越多了，唉，沒辦法說。整的現在我鴿子都沒有幾隻了，所以說好長一段時間都沒有拍。飼料放在這裡，你們自己吃。這麼大的，每天還等着我餵。這2隻鴿子現在對小雞飼料是情有獨鍾啊，特別愛吃。那一隻雜交的斑鳩就是從這裡飛出去被貓給滅口的，之前我都不知道。鄰居撿到了一個鴿子翅膀，然後我去後面看，小斑鳩的翅膀還有鴿子的翅膀全都在後面，都被貓給吃了。唉，真的是防不勝防啊。我發現這個季節蜻蜓好多啊，又有一隻飛到家裡面來了，大概率是已經領盒飯了，飞不起来，带去給小雞吃。來，小兄弟，給你送個自助餐。3號的孩子是真吵啊，本來朋友要了，結果是一隻母鴨子，別人也招架不住，現在沒人要了。剛才我試圖把它給抓住，然後關起來，沒抓到，和野的一樣。它也不和另外幾隻科爾鴨一起玩，反正就是一天叫到晚，有的時候半夜2、3點它還在外面叫了。正好小鴿子在我旁邊轉圈圈，就派遣你過去把它給抓起來，別光咬我啊！飛到池塘裡面嚇一下它，它就上來了。這也不靠譜啊！趕緊給我過來啊！別鑽狗窩！哎，這小子又鑽到狗窩去了，2天沒有清理狗窩，這裡面好像又有材料了，不過沒那麼多了。最近他找不到對象，盼頭越來越低了。就從這裡精，哎，我還說精準投放呢，這鴨子已經跑了。好了，你也沒啥用了，你可以走了。鴨子已經上來了，你們看一下我最近抓多少鴿子，都是自家鴿子繁殖的，還有好幾隻沒抓到嘞。而且前不久有一個朋友又送了2隻鴿子過來了，他說他不養了。左邊這隻還挺漂亮的，目前不敢放，等過一段時間穩定了放出來讓他們自由配對。好了，鴨子已經被我抓到了，而且你们看一下3號的孩子有多醜啊，嗓門又大，看你們以後還要不要3號的蛋。3號的孩子我發現清一色全是母的，剛把3號的孩子給抓住，他就飛過來了。3號現在也很醜，重點是他們一家都很醜，醜到一起去的。你們看一下他們有沒有什麼區別？翅膀這個位置他們是比較像的，但是有一點區別，3號是公的，很安靜，而且下一次換羽毛就会很漂亮。它1年要換2個顏色，這一個顏色是最醜的。但是母鴨子就不一樣，它會一直醜下去，就這一個顏色不會變的。就目前來說，它們長得還挺像的，所以說我猜你們以後再也不會要3號的蛋了，招架不住啊！把这個家伙收編了，關起來，太吵了。養科爾鴨如果怕吵的話，要麼就養一隻公的，要麼就養1公1母。
不然的話那個嗓門啊，一般人招架不住，別人還要投訴你。不過在我們農村沒什麼影響，地方大。這貨為啥你要換這個顏色的羽毛呢？真的是不好看啊，除了耐髒沒什麼優點。命運有的時候可能就那麼一瞬間它就改變了。家裡買了100個鵪鶉蛋，本來是要煮着吃的。今天我看到鸡格的時候，突然想到了我以前養的鵪鶉，也很親人。有一次忘記關笼门呢，一只掉到池塘裡面淹死，還有一只不知所蹤。正好家裡買的有鵪鶉蛋，所以說孵化幾只玩一下。其實家裡最近還買了很多雞蛋，但是就是沒有興趣孵化。隨機挑選了7顆蛋，我要孵化葫蘆娃7兄弟。也不知道这個蛋的受精率怎麼樣，反正孵化着先看咯。一般17天左右出殼，有4顆蛋受精，這已經是第17天了，基本上都在出殼了，比我預想的還要好。這一顆蛋被我剝了一下，影響不大。這種鵪鶉的話一般不用去剝，只要是溫度濕度達標的話，它們基本上都会自己出殼。這一顆也在自己啄殼，還有一個太黑了看不到，不知道什麼情況。這個乾脆我手動給它輔助一下算了，反正馬上也要出殼了，剩下的就交給他们自己嘍。又是新的一天，我的葫蘆娃7兄弟這3只順利出殼了，蛋殼全部捏碎，然後給狗皮膏藥吃。被我輔助的那一只昨天就出殼了，另外一只昨天晚上出殼的，今天早上又出殼了一只，還有一顆蛋到现在沒動靜，我也懶得看了。有沒有覺得它們特別小，我都不敢放地上，估計一跑就沒了。剛剛放到地上試了一下，太活躍了，特別是這一只穿深色背帶褲的。安全起見，找一個小鳥吃食物的盒子給它們放着，然後我要試一下它們的躺手能力。剛有一只一躺到手上就直了，真的就這一只穿背帶褲的非常與眾不同啊，給它往手上一放，它就這個樣子了。換一只試一下，一點都不好使。最小的這一只我也試一下，這家伙也不願意這麼躺着啊，怎麼穿背帶褲的就這麼與眾不同呢？而且讓我想起了一位故人。來，我們再來玩一下。你們看他動作一气呵成，還挺好看的。真有這麼神奇嗎？再試一下，就是這麼神奇。就這性格，以後必須要重點培養。來，見一下布丁，以後你們都是好朋友了。放在狗布丁的身上，你別拿屁股坐它啊，這一下就扁了。哎，這家伙你幹的啥事兒啊？算了，你還是躺在我手上吧，安全又有保障。我們家布丁最大的優點就是不會欺負任何一個小動物，換成其他的狗子，可能就會一口一個。走了，趕緊住保溫箱。突然飛到我手上，這是哪一只哦？2只長得都差不多，我現在都分不清了。站了一下就飛走了，都胖成這個樣子了，整個樹葉逗它一下，別以後胖得飛不動了哦。你們猜一下，它會不會把樹葉給吃掉？現在它只吃肉，別的什麼都不吃。丟了。麵包蟲吃不吃？哎，這小子叫聲還挺好聽的，今天肯定不餓，都不扇翅膀，吃的也沒啥興趣。剛剛在這裡飛了2圈，又帶了一只回來了，一只成年的。這個電線的壓力有點大呀，鳥都站滿了。回來了，把它給抓起來。這家伙現在是真胖啊，毛色又特別好，就差血脈覺醒，就可以給它拿到山上去放生了，免得在家門口禍害其他的鳥。基本上各方面都具備野化的能力了。話說你一直鬼鬼祟祟的咬我的腳幹啥呀？這是血脈沒覺醒，覺醒之後你都不是對手，你還咬我，看我把它丟到池塘裡面去。嘿嘿，騙你們的啊，那是不可能的。然後給這個家伙搞2條麵包蟲，吃飽了早點出去鍛鍊。現在對我的警惕性還挺高的，每次拿完吃的趕緊就飛了，好像我要搶它的一樣。手上還有最後半條，是不是拿着蟲子
退得老遠了。這兩隻我現在都分不清誰是誰，它每次都一隻的回來。明天我要讓它們抓起來，看一下到底有啥區別。然後你們知道我剛剛看到誰回來的嗎？失蹤了很久的八哥。我當時還說頂多半個月他就會帶着他的孩子回來，沒想到一晃都快2個月了，我一眼都認出他了。他的凤冠還是歪的，而且越來越少了。剛才偷小雞饲料，现在他对我的警惕性越来越高嘍。這就是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，跟着野生的混，對人類的感情越來越淡薄了，也是好事兒。都跑了，趁着涼快，帶狗子出去溜達一圈。走，狗子，我們出去玩。前幾天下暴雨，我在池塘的這個角落撿到了一只被淋濕的喜鹊，應該是掉到池塘裡面去的。就是這個家伙，我用吹風機給它吹乾以後，它居然問我要吃的，我才意識到這是我放生的喜鵲之一。掉到池塘的原因我不知道，慶幸的是沒有被淹死。今天是一個好天氣，而且它好像也沒什麼問题，能吃能喝的。這幾天都不知道吃了我多少條面包虫呢，所以說就把它給放了吧。哎，往哪儿飛呀，你這小伙子？這是準備耐着不走是吧？居然上手了，好瘦啊，站在手上特別輕。飞走了。這幾天算是很照顧它了，吃了我不少面包虫，關鍵是它一點都不怕人。放生的那一只紅嘴藍雀也回來了，現在羽毛也換得差不多了，嘴巴都開始變紅了，挺好看的，就是很怕人，我一靠近它就飛走了。這個野化還是相當不錯的。你這家伙嘞，要向別人學習哦，也飛走了。本來我以為這一次放了之後我們會就此別過，沒想到剛剛我騎車從這裡路過，它居然飛到我頭上站着。更加離譜的是，它居然飛到家裡面來，看到了我放在盒子裡面的面包蟲，試圖把它給偷走。這幾天我天天給它搞吃的，就是用這個盒子裝的面包虫，它居然已經熟悉了。没啥用，它一會兒回來一趟，一會兒回來一趟，反正差不多就是10幾20分鐘，它就會飛回來一次。我在門口攔着都沒用，它是把這兒當自己的家了。更有意思的是，家裡沒找到食物之後，它就一趟趟的進籠子，然後又出来。它可能以為進去我會給它吃的。前幾天为了管控它，我的確是小小的訓練了一下，但是現在已經不需要了啊。不得不說，鴨科這玩意兒真的很聰明，依賴性也很強。自從這幾天给它好吃好喝伺候了以後，它現在應該是不願意自己找食物了。不過過幾天就適應了，一直圍着我，就等着我給它搞食物嘞。洗澡去，這麼好的太陽，洗完自己去田裡面找啊。它目前正在換羽毛，這個髮型有點醜啊，而且我撿到它的時候挺瘦的，說明這家伙在戶外過得一般般。今年放生的幾隻喜鵲，有2隻已經徹底不回來了，另外幾隻還是天天回來偷狗糧，這家伙應該就是其中之一。洗完之後飛到這個房頂了，我剛看到上面有隻貓，趕緊搞點面包蟲給它叫下來，好歹人家也跟了我一路了，所以說給它搞點面包蟲不過分吧。吃飽之後自己去玩啊，不要往家裡飛了。我走了，估計短期以內這玩意兒是甩不掉了，這貨特聰明。今天我又來爺爺家了，這條狗子聽到我的聲音好激動啊，一直叫個不停。本來我是不想理它的，因為今天沒帶吃的，但是它實在是太熱情了。什麼情況啊？我們一共也沒有見幾次面，看到我之後都不知道它有多激動。上次好多人給我發消息，讓我把這個狗子帶回家養，云養狗不好嗎？偶爾過來看一看，逗它玩一下，比自己養好多了。它肯定以為我又給它帶好吃的了。來，我看一下這狗子平時都吃啥。碗裡面還有剩飯，農村狗子吃飯的標準就這樣，也還可以。今天我就私自做主，把你給放了，帶你出去溜達一圈。出來之後肯定要測試一下它嘍。上次有網友說，當他繞路過來找我的時候，我跳過去，
它會怎麼辦？好，它過來了，我跳過去了，沒啥用，它又轉過來找我來了，太簡單了，對於它來說。來，小伙子，我們再來一個遠一點測試。我跳對面，等一會兒你從那邊過來找我啊！行動啊，小伙子，從那邊繞一圈，繞一下就過來了，懂了沒？趕緊行動，快去快去，繞一圈。嘿嘿，聽懂了聽懂了，這狗子真的很聰明。看，它從那邊繞了一圈就過來找我來了。哎呀，可惜今天真的沒帶吃的，不然的話必須要好好獎勵它一下。看它這個渴望被獎勵的小眼神兒，下一次我絕對給你帶點好吃的，到時候給你打電話哦。緊接着我把距離又再次拉遠，嘗試看它能不能過來。結果試了3次，它每一次都是在半路聽到我說話又返回了。然後我就發現它一直嘗試從對面跳過來，可能沒有信心，不敢過來。這個時候我必須要給他一點勇氣，我躲到遠一點的地方，沒有想到他一下就跳過來了。說實話，我感覺這狗子真的很聰明，只不過是沒有實物訓練，如果有的話，訓起來特別容易。而且後來我又測試了好幾次，站在特別遠的距離，不理他之後，他要麼跳過來，要麼他也知道從那邊繞路過來找我，真的挺不錯的這家伙。所以說這個家伙如果說天天拿食物去用心訓練的話，各項技能他絕对學得很快，真的很聰明。今天非常遺憾沒有給你帶吃的，而且現在我要把你帶回去給拴着了。拴起來之後他有一點小小的委屈，但是也沒有鬧，非常乖。下次我一定多给他带點食物。來，今天整點西红柿吃一下。這2個家伙是我昨天去河邊抓螞蚱的時候，在別人玉米杆上，人家要砍了嘞，然後我趕緊把他們給救回來了。馬上我又要出去抓螞蚱了，順便帶你們看一下環境，還原一下事情的真相。主要是昨天我的手機在家裡面充電沒有帶，所以就沒拍到。出來之後我差點都不認識這個環境了。昨天这玉米杆還齊刷刷的長在地裡面，今天全部砍好了，都綁起來了。昨天大概就在這個位置，然後我發現了，不然的話今天可能他們已經成實體了，找都找不到。其實這個季節玉米地裡面有很多白頭陂都在裡面繁殖，但是我對玉米杆過敏，所以說我不願意鑽，太深了。但是最近早晚我都會過來看看，如果沒有是最好的。我現在給你們看個東西啊，你們看一下，這玉米杆上很多知了退下來的殼，據說這東西很貴，是真的嗎？旁邊的樹上也掛了很多，我隨手撿了幾個，就這麼多了。這玩意兒沒人撿嗎？緊接着我認真的撿了2分鐘，就滿滿一瓶。兄弟們，我是不是發財了？這裡面到處都是，我感覺這玩意兒應該不屬於我的財富，所以說我就不撿了，而且太熱了，找個地方躲一下。還是我家這個傻狗永遠對我不離不棄，這麼熱的天兒我一出來就跟過來了。我其實是不願意讓它跟着，這個季節戶外的蛇特別多，而且剛剛就在那個位置，玉米杆下面一個鳥窩被壓着，我還說去看一下，有一條蛇，就這個位置，看到沒？狗子還跑過去的，我趕緊走。蛇這個東西我還是有點小怕，趕緊把狗子帶到安全的地方，然後我們準備回去了。這麼多準備怎麼處理呀？好像對我來說也沒用，先帶回去吧。這狗子也不喜歡坐車，我是騎車出來的嘞。走走，回家去。最近的雨水太足了，今天終於出太陽了，池塘裡面的魚全部都出來了。這麼多小魚，先養着，明年都是飼料。聽到大公雞打鳴了，今天也把它放出來，讓它好好曬個太陽。它最近脾氣特別暴躁，動不動就要攻擊我，所以說還是不逗它了。把關着的幾隻兔子也放出來，讓它們在這裡給我除除草，曬曬太陽，好好活動一下。這貨就不放了啊，上次費了好大的勁兒才把它抓到，
之前有兄弟給我留言說，兔子繁殖的能力特別强，這樣放養的話可能会导致大面積的繁殖，造成生態破壞。有一定的道理，这家伙能跑到那麼遠，然後再回来，所以说把它關起來之後再也沒放了。不過在我們這邊，這種概率可能性不大，但是我們要預防。這一只小天眼也可以放出去讓它自己玩一会兒，不過這個家伙最大的問題就是放出去之後不好抓，它看到你拿籠子它就跑了。今天先放着吧，到時候再想辦法把它抓起来。它不会去別的地方，很安全。順便給大家看一下長期放養在外面的兔子是不是特別胖，關鍵它還不怕人。這一只也是肥得不得了，到現在還沒有繁殖，不過我也不期待。這一只天眼的孩子也是長期放在外面，它稍微瘦一點。兔子的領地意識太強了，出來之後它們就開始在打架。這一只天眼出來了1個多小时，一直在挨揍。這玩意兒跑得可真快呀！要是冬天就好了，搬個小板凳坐這裡曬太陽，看它們追逐也特別有意思。它們這個分工特別明確，都是單挑，一只對付一只。我怎麼感覺這一只公的都快頂不住了嘞？放着的幾只兔子已經把這一塊地當成他們的領地了，所以說他们也不会去別的地方。這一只公的應該是頂不住了，找了一個地方躲起來了。我把那只兔子趕跑了。這小子太溫順了，也是最親人的一只。打不過了，有什麼辦法呀？這個地方已經不適合這個家伙了，給他換一個安全的地方繼續曬。感覺這個家伙也快撐不住了，趁他沒有防備的時候，用狗繩把他給拴起來，不然的話後面可不好抓喲。哎，你這小子你別咬繩子啊，他還想跑嘞。這2只愛打架的又過來了，趕緊把這個家伙給牽走。有沒有覺得這個家伙長得特別好看呢？可惜他的孩子一點都不好看。等一會兒還是把它關籠子裡去吧。這個家伙放的真的是特別難抓，他很狡猾，看到你想抓他的時候，馬上就找地方躲起來了，拿他一點辦法都沒有。今天這個太陽曬的，他們都快被揍哭了。這鳥是真跟我有仇啊！剛我看到他叼材料在這裡做窩，我就過來問了他一句你是誰，結果他就開始咬我的腳，欺負我穿拖鞋啊！這家伙為了緩和我們之間的關係，以防腳痛，搞點材料給他做窩，收買一下他。我說怎麼突然之間所有的鳥全部都飛了，來了一只游隼，不知道抓了個啥，鑽到這裡面去了，沒看清楚，該不是我的鴿子吧？趕緊回去看一下。還有幾隻鴿子放在外面，我也搞不清楚啊。反正剛剛一瞬間全部都躲起來了。地上還撿了一隻不會飛的魔術鴿，這背上可能是公鴿子給弄傷的，毛都薅沒了。這家伙的警惕性也真是夠高的，剛一瞬間就躲起來了，也不做窩，也不咬我了。我都轉了一圈了，它還不出來。最後可能覺得戶外徹底安全了之後，它終於是悄悄摸摸的出來了。趕緊做窩啊！冬季還沒來，還可以繁殖嘞。說的都是啥呀？這個別開了，趕緊進窩，猛禽馬上又來了。你們看着啊，我現在用手機放剛才猛禽過來的一瞬間。其實他可能都沒看到猛禽，但是所有的鳥一瞬間全飛了，特別安靜。他就知道有危險，趕緊躲起來。再次讓他聽手機裡面這個片段的時候，他還是會害怕，本能的反應。反正就是不怕我，從這邊路過就問了他一句話，就開始咬我的腳。幾點了？幾點了我不清楚，但是可以給你送點材料。哎呀媽呀，你咋又在咬我嘞？這小伙子，要不是我這個人皮厚，就這幾下我的手就要見血了。給他送到他的鳥窩去。路過的我操碎了心，我把它塞進去之後，他把剛剛放進去的材料又扯出來了。所以說這個窩做好幾年都沒做好，是有原因的。實在是這個紙你不需要的話，還是給我吧，留着上廁所也可以啊，也不能浪費。
現在掙錢多難呢，還是讓它自己找材料吧。而且我剛剛看了一下，它窩裡面真的是連一根毛都没有。不過裡面有一顆蛋，預計不出3天就會被它玩碎。要不我們把蛋拿出來看看？哎呦，這小子，哎呀，這一口見血了。所以說啊，一定要遠離這貨啊。這一次我也是沒辦法，我就路過，他過來就咬我的腳，我能什麼辦法嘞？穿拖鞋不是罪吧？哎，不跟他玩了，再見。过年了，兄弟们，給你們拜個年啊！看我們放的鞭炮，狗子都被炸丟了。我們去看看鴨子，我就猜到了，這狗子肯定躲在豬圈裡面，膽子太小了。每年放鞭炮它就是這個樣子，最少3、5天它都不敢出門。門打開，你自己趕緊躲起來。我聽到小雞的叫聲呢，看一下，這只科爾鴨翅膀下面藏了2只小雞，這孵化能力還是挺強的。有人認識這是什麼品種的小雞嗎？感覺還挺好看的。趕緊鑽進去啊，等一會兒凍死了。今天還下雨，溫度挺低的。我在這裡等了幾分鐘，它最終還是鑽到了鴨媽媽的肚子下面，這一下我就放心了。天快黑的時候，我聽家裡人說一直有小雞叫，過來一看，這一只一直在外面，擔心它凍死，帶回保溫箱放幾天。今天是正月初3，溫度特別高，一幫小兔子全部都在曬太陽。看一下鴨媽媽去，此時此刻鴨媽媽正在帶着小雞出去溜達。我來看看他有沒有帶它去游泳。雖然小雞不是親生的，但是它帶的特別好，看到我靠近它就跑。它在這裡和其他的鴨子匯合之後，我已經分不清哪一隻是鴨媽媽的，但是小雞明顯能分得清楚，已經跟着鴨媽媽去水溝了。但是這個水溝裡面的水特別淺，影響不大，只要是不下池塘，我基本上不用擔心。網上都說科爾鴨不會孵化，不會帶娃，看人家把小雞照顧得多好。重點是這其他的鴨子沒有一隻欺負小雞的，說明這隻母鴨子平時鴨品還是挺好的。而且小雞也特別珍惜，鴨媽媽走到哪裡它跟到哪裡，一步都不離開。轉着轉着，它們好像準備回家了，結果是想從這一道門出去。門打開，讓他們出去溜達一圈，順便把前幾天我們放到保溫箱裡面的這一只小雞還給鴨媽媽。鴨媽媽看到這只小雞還是挺激動的，一直在召喚它。這一下你們一家3口不就團聚了嗎？切記不要下水。走着走着，小雞丟了一只，看一下鴨媽媽多激動。在這裡，這貨智商有點低呀。鴨媽媽過來找它來了。就這智商，我感覺母鴨子不用帶它都會淹死。晚一點我要看一下情況，如果不靠譜，還是把它關到保溫箱裡面。鴨媽媽帶它們溜達了一圈，就進豬圈了，然後就在這個位置孵化的，食物和水都很充足，問題應該不大。過了一會兒，我過來觀察，發現這一隻就在外面，不過問題不大，今天溫度高。我還發現鴨媽媽會把自己吃的食物又吐出來，然後給小雞吃，真的挺靠譜的。不過畢竟鴨子喜歡游泳，希望這2只小雞的命比較硬，我會隨時關注的。